欢迎来到人生有道，岁月如歌，道在其中，一起感悟人生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，亲戚朋友、同事同学，有些人带给我们积极的能量，让我们充满动力，而有些人则让我们感到疲惫，甚至拖慢我们的步伐。尤其是当我们步入中年，随着生活经验的积累，我们越来越重视人际关系的质量，因为这些关系直接影响着我们的身心健康、生活状态以及未来的成长。然而，总有一些底层关系，它们不仅拖累你，甚至影响你的前进。底层关系不是指经济或社会地位较低的人，而是那些思维方式、生活态度停滞不前，无法为你带来积极能量的关系。进入中年，改变命运的最佳方式，就是学会斩断这些底层关系。消极型关系拖慢你前进的步伐。在我们身边，有一些人总是满嘴抱怨，似乎生活中的一切都不如意，任何事情都会让他们陷入牢骚之中。这类人情绪负担沉重，常常把负面的情绪传递给他人。如果你和这样的人成为亲密朋友，难免会受到他们的情绪影响。长时间与其相处，容易让人也变得消极，失去对生活的热情和对未来的信心。这些人就像黑洞，不停释放负能量，把你拖进泥沼。你想学习，他笑你年纪这么大了，学得有用吗？你想努力，他告诉你再怎么拼也没用，接受现实吧。你想改变现状，做点什么，他嘲讽你别折腾了，别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负能量和病毒一样可怕，它会悄无声息地腐蚀你的意志，摧毁你的行动力。如果你身边有这种消极型的人，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远离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和积极的人做朋友，你会有所长进。嫉妒型关系不适合继续深交。另外一种让我们感到疲惫的人是嫉妒型的朋友。这些人表面上与你和睦相处，但实际上他们把你当作竞争对手，心里暗暗与你较劲。你升职时，他们冷笑着说不过是运气好；你买房时，他们一面恭喜，另一面却私下嘲笑你是贷款狗；你在生活中遇到难题时，他们嘴上安慰，心里却窃喜，似乎你的困境能让他们感觉到一丝安慰。与这类人交往，往往会让人陷入内耗，无法放开自我，专注于自己的目标。甚至有时，你会变得自我怀疑，难以保持坚定的信念和行动。这种关系实际上不是你与他人竞争，而是你在同一个圈子里不断消耗自己，做出不必要的自我妥协。在面对这类嫉妒型的人时，我们应该果断决定，避免与其继续深交。正如古人所说，宁与君子为仇，不与小人为友。君子即便有过矛盾，也能保持宽广的胸怀，而小人即便没有直接的恩怨，也会暗中算计他人。选择远离那些心怀嫉妒的关系，保护自己的内心世界，才能保持积极的心态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。吸血型关系，断开不值得的付出。
更让人心累的是那些吸血型的关系。你可能会发现，有些人与你交往，并非出于真正的关心，而是因为他们从你身上得到了某种利益。这些人从不感恩，总是习惯性的索取，却从不考虑给予。他们的需求永无止境，而你的付出却永远得不到回应。这种吸血行为让人感到不公平，尤其是在亲密关系中。例如，在某些家庭中，父母采取道德绑架的方式，要求有能力、心善的子女不断为家庭或其他兄弟姐妹付出，而父母从来不知道体谅和心疼他们的付出。但当你需要帮助时，往往得不到任何支持。长期处在这种关系中，不仅耗费了自己的精力和资源，甚至会让你逐渐失去生活的动力和激情。面对这种吸血型关系，我们要清楚设定界限，并坚定地拒绝过度的要求。帮助别人是出于善意，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无底线地帮助对方，特别是在对方没有表现出感激和回馈时。学会拒绝那些索取过多、没有边界感的人，让自己能够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那些值得的人和事中。打压型关系，保持自信，不受他人影响。在生活中，我们还会遇到一些打压型的关系。这些人习惯用冷言冷语让你怀疑自己，阻碍你前进的步伐。无论你做什么，他们总会提出质疑，甚至在你取得些许成就时，他们也不屑一顾。你年龄大了，没人要你了，市场这么差，创业肯定失败，你做的事情不算什么。他们的言辞如同寒风，吹得你几乎无法坚持自己的信念。这些人最可怕的地方在于，他们不断消耗你的信心，试图把你拉回到他们认为安全的、平庸的状态。如果你让他们影响你的情绪和行动，最终可能会迷失自己。所以，在面对这些打压型的人时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。你的路要自己走，不需要向他们解释或证明什么。断舍离，给自己腾出空间。在人到中年的阶段，我们常常会意识到，生活最重要的不是挣多少钱，做多大事业，而是如何在人际关系中找到平衡。我们有限的时间和精力，不必把自己浪费在那些不值得的关系上。学会断舍离，远离那些消耗你、拖慢你步伐、让你质疑自己的人，把时间和精力留给那些能够相互滋养、互相支持的人。真正的朋友会在你困难时伸出援手，在你成功时为你欢呼。真正的关系是在彼此的生命中共同成长，彼此成就。把时间留给那些真心关爱你、能够带给你正向影响的人，让自己不断提升，迈向更好的未来。人际关系是人生中的一大课题，特别是到了中年，我们需要更加审慎地选择身边的人，远离那些让你疲惫、消耗你精力的关系，建立那些能激励你、与之共成长的良好关系，才是改变命运、成就更好人生的最佳方式。在有限的时间里，专注于值得的人和事，才能创造出真正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。